这里是非洲最大的垃圾场，却有无数人在这里发家致富。当其他国家为数量庞大的垃圾苦恼时，这里的人却把垃圾当成宝。欢迎来到拉各斯，尼日利亚的宇宙中心。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城市，1600万人在这座大都会寻求谋生之道。这里面朝大海，风景秀丽，看起来一派繁荣。但在这座蓬勃的大都会背面，大批底层人民却在阴暗处挣扎。这里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垃圾场，成山的垃圾绵延数百米，而这里离州政府大楼仅一箭之遥。在这些成山的垃圾堆上，生活着拉各斯最底层的平民，他们日常所需的一切都在脚下的垃圾堆里获得。虽然这里污秽不堪，到处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恶臭，但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相比之下，这个垃圾场更像是与城市隔绝的另一个社会，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。30年前，拉各斯的人口不到20万。作为尼日利亚最大的港市，拉各斯发展势头迅猛，一跃成为西非第一大城市，相当于国内的上海。不光经济，拉各斯的城市开发也相当快速，从原来的港口城市不断向周围扩张。但与此同时，人口数量也在激增。乘着新时代的东风，大批务工人员一窝蜂涌入这里，寻找翻身的机会。拉各斯人口迅速过载，土地资源也越发匮乏，底层人民自然被排挤到城市的边缘角落。为了生存，他们只能与绝境对抗，再到共生。而每天在垃圾场进出的卡车，承载着这些平民生的希望。但即使是垃圾场，竞争也十分激烈。每开进一辆车，人们便一窝蜂围上去。他们手拿铁钩，背着编织袋，在垃圾堆里不断翻找，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有用的东西。这里的一切资源都将被利用到极致，所有东西在他们手里都能变废为宝。这里每天产生超1万吨的垃圾，有3000吨可以被再次回收，而这些回收的垃圾可以养活5000多拉各斯平民。虽然生存环境恶劣，但这里却是孕育巨星的摇篮。埃里克今年28岁，他从小在拉各斯各个街道上流浪。将近而立之年，埃里克开始在这片垃圾场谋生，但捡垃圾只是他的副业，他其实是一名流浪歌手。埃里克每天在这里捡垃圾，都是为了存钱出唱片。他很早就立志要成为一名火爆全球的歌手，而现在他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。他在这里捡到的每一片垃圾，都会让他离梦想更进一步。埃里克十分乐观，黝黑的脸上永远带着淡淡的笑意。他从来不会抱怨出身的不公，只要确定了目标，他便一往直前。埃里克最近很缺钱，所以这周他格外卖力。他要花钱去录音棚，还要买2件新衣服拍专辑封面。每天捡完垃圾，埃里克会背着战利品回到自己的房子。他独自居住在垃圾山的一角，房子的材料都是他从垃圾堆里捡来的，几个木头再加几块木板，剩下的全是些破布破衣服，看起来摇摇欲坠。但埃里克住得很舒心，他还自制了一个蚊帐，用来防垃圾堆的蚊蝇虫蚁。屋子里空间很小，地上堆着一些他捡来的生活用品。埃里克进去后显得更加逼仄。每天捡完垃圾，埃里克会提着水去山下洗澡。在这里，洗澡和上厕所都是露天的，但无人在意。他们已经徘徊在生存的边缘，所以体面和尊严显得一文不值。18年前，这里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旷野，而现在垃圾堆上到处都是他们建的简易房子。这里就像一个独立的社区，大城市里才有的铺子，这里一个不少。商店、餐馆、酒吧、电影院、理发店，甚至还有一座清真寺。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，虽然都是以捡垃圾为生，但这里每个人追逐的东西却各不相同。约瑟夫从不给别人打工，自己当老板是他的人生信条。他在这里收了12年废品，易拉罐、矿泉水瓶、橡胶拖鞋、铜铁铝锌，只要能卖钱的他都收。约瑟夫觉得自己的摊子就像一个股市，因为他每天收废品的价格跟美元挂钩，美元贬值价格就跌，美元升值价格就涨。而他和股市里那些交易员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一套西装和皮鞋。约瑟夫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他不用跟着其他人去抢垃圾，只要每天坐在这里等别人扛着废料来卖，而剩下的时间他只需坐在垃圾堆里做分类。约瑟夫手很巧，很多东西在他手里都能变废为宝。比如这把遮阳伞，虽然已经烂到几乎挡不了太阳，
但他还是用轮胎和木棍改装了一下，这是他对生活的态度。约瑟夫会把这些废料卖给加工厂，但大部分时间他依旧是跟垃圾场里的拾荒者打交道。有些拾荒者会耍些小聪明，为了多卖几块钱，在废料上动手脚。约瑟夫大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以拾荒者都愿意来他这儿卖废品。埃里克已经和约瑟夫打了很多年交道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他们早已变成朋友。埃里克总是毫不掩饰惦记约瑟夫的钱。Joseph I. Copper. You see, he's a wrestler. 但拉瑟夫并不住在这里，他在马路对面租了个单间，离垃圾场步行距离只有10分钟。约瑟夫和妻子住在这里，房子很小，墙面斑驳，即使是白天也见不到什么光。但他们把家布置得十分温馨，家里所有家具和日用品都是他从垃圾场捡回来的，就连妻子也是他从垃圾场捡来的。他们在垃圾场相识。当时伊丽莎白在那里卖吃的，两人一见钟情，迅速坠入爱河。不久后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，紧接着是第二个。虽然生在人口大国，但约瑟夫并不打算生个足球队，所以他们只有2个孩子。约瑟夫在垃圾场捡了很多东西：三明治机、无线手电筒、望远镜。这些原本都是坏的，但他总能修好。只有这只泰迪熊是他在垃圾场花钱买的。这是女儿最喜欢的玩偶，每天都要抱着睡觉。他从来不吝啬在妻子和孩子身上花钱，虽然是别人丢掉不要的垃圾，但只要女儿喜欢，他便会花钱买回来。还有1个月，他的小女儿就满1岁了。伊丽莎白想给女儿准备一场生日派对，但这要花不少钱，所以约瑟夫必须更加努力地赚钱，让家人过得幸福，就是他工作的动力。如果有一个地方比垃圾场的环境更差，但只要能赚到钱，他会毫不犹豫选择那里。他可以忍受一切脏活累活，只要他的妻子和孩子能幸福生活，那他做的就是最赚钱的投资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绵延40英里的灯光如繁星点点，照亮了夜空。不过这种盛况能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。拉各斯几乎每天都会停电，但人们早已习惯。而他们应对停电的唯一办法就是提前准备手电筒。拉各斯是石油大国，工厂遍布，停电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。为了让机器正常运转，很多工厂会高价购入发电机。每当停电，这座城市就会发出巨大的轰鸣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他们早已习惯。如果说垃圾场是食物链底端的代表，那位于奥鲁瓦尼索的市场则是另一个代表。泥泞和鲜血混在一起，到处都是粪便和垃圾，空气中弥漫着无法形容的腥臭。这是拉克斯最大的屠宰场，这座城市流转的肉类有1大半来源于此。随着拉克斯的扩张，西非各地的牧民都被吸引过来，他们也想分一杯羹。就在今天，又有500头牛抵达市场，他们来自苏丹南部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，这里的每头牛都要维持数百人的生计。从牛贩子到肉贩子，从屠夫再到牧民，每个人只能分到一点点钱，而危险却无法估量。要是不小心被牛踹一脚，卖10头牛也不够付医药费。非洲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，而这位穆罕默德是一个名声响当当的牛经济，他是位于养牛户和买牛人之间的中介，既帮卖家卖牛，也帮买家买牛。他手里不光掌握着整个市场的牛源，对买家的信息也是了如指掌。10年前，他只是一个深山里的牧民，那时候的穆罕默德只会讲夫拉尼语。自从来了拉克斯这个市场，现在的他精通5种语言，每天在牛贩子和客户之间周旋。为此，他还组建了一个团队。而今天谈的这一单是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客户，当地最火的一家快餐连锁店需要一次性买20头牛。不过，这已经是负责人第5次来到这个市场，价格一直谈不拢，谁都不肯让步。餐厅只能给出每头牛10500奈拉的价格，折合人民币45块钱。牧民希望他能再涨1000奈拉，场面一度陷入僵局。在穆罕默德的唇枪舌剑下，最终以每头牛10700奈拉的价格拿下，20头牛卖了小1000块。牧民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现在的他只想高歌一曲好日子。含辛茹苦养牛就是为了这一刻。虽然每头牛分到手只有100奈拉，但放眼整个市场，今天不会有比他更幸运的人。当然，卖牛只是第一步。
出售的牛会被拉到一旁的屠宰场，这里的屠夫早已磨好刀，手起刀落，上一秒还活蹦乱跳的牛，现在已经按部位分解好。牛身的每一寸都能卖钱，其中牛皮、牛腿和牛头上的肉卖得最好，而牛蹄可以卖给鞋匠，牛角可以用来做电视机外壳，就连牛胃里反刍剩下的草料也可以当肥料卖出去。只有牛毛没有用武之地，学徒烫皮时就会将其扔掉。加布找到个冷门的商机，他专门回收市场里的牛血。10年前，他刚从农学院毕业，凭着一股脑热血来到这座城市。第一次到这个市场考察时，他发现商贩把牛血全冲进河里。加布立马意识到这是个商机，因为学校专门教过他们各种动物血的用处，而加工后的牛血可以用来喂商品鸡。他当即开了个加工动物饲料的小作坊，每周加布可以回收30多桶牛血。高温烫煮是加工的第一步，这个过程需要很久，所以他必须准备充足的燃料。加布首先就排除了木头，而是选择一些废弃的轮胎，因为轮胎皮可以烧很久。煮过的牛血会从红色逐渐变成褐色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没有长柄勺，也没有隔热手套，加布只有一双手。这是一份很煎熬的高危工作，随时都有可能被烫伤。但加布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，所以他对现状很满意。加布的梦想就是扩大业务，成为拉各斯最大的饲料商。在拉各斯有数以百万计像加布这样的人，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四处寻找商机。有些人因此一夜暴富，从此跻身上流社会，但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这座城市让他们变得足智多谋，精力充沛，最重要的是极其乐观。周末是拉各斯最热闹的时候，尤其是第3大路桥，一堵就是12公里。不过这种热闹只有在 CBD 大厦工作的白领才能体会到。在垃圾场里上班的平民永远不用担心通勤问题，甚至可以慢悠悠地吃个早餐。这是艾利克常来的饭店，老板是一个妇女，这里的人叫她安妮阿姨。她穿着捡来的大码 T 恤，头发利索地挽在脑后。从早上到现在，她手里的活就没停过。因为出汗太多，脸上结成了一层薄薄的盐晶。他正在为周五的晚高峰做准备。周末是饭店生意最好的时候，炸牛皮是他最拿手的菜，也是店里的招牌。但垃圾场的生意并不好做，安妮经常会碰到找茬的顾客。他并不是拉各斯人，刚到这里开店时人生地不熟，根本听不懂他们说话，所以每天都有人在他店里闹事，还有人吃霸王餐。于是安妮开始学这边的方言。1、2个月后，他终于打进了垃圾场内部，和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，饭店生意也开始好转起来。艾里克埋头工作了1周，钱终于攒够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他准备搞一下自己的音乐事业。但去外面的世界之前，艾里克必须收拾一下自己。第一件事就是修指甲。捡了1周垃圾，艾里克的手指变得黢黑，他可不想带着这些脏东西去外面。第二件事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。艾里克是村里出了名的 rapper， 他们都知道艾里克的歌星梦。虽然平时邋里邋遢，不修边幅，但正儿八经打扮一下，艾里克也是个衣架子。每次去外面前，他都要去安妮的小店里吃一顿好的。艾里克并不是唯一一个有音乐梦的。距离垃圾场几公里外，拉各斯最热闹的贫民窟就在这里，人们将这里称为 AJ 城。AJ 城是尼日利亚音乐产业的中心，很多国际巨星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，这也是艾里克梦想的起点。为了租这间工作室，艾里克攒了3个月钱才攒够15000奈拉。今天他要和乐队的人完成唱片上最后一首歌的录制。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，他始终相信自己爆红只是迟早的事。录完歌，艾里克立马去了照相馆，他把最后4000奈拉都拿来拍专辑封面，1分钱都没给自己留。为了梦想，他从不给自己留后路，只要有手，钱什么时候都能再赚。虽然他们工作很攒劲，但拉各斯人普遍双休。周末是他们放松的日子，不过约瑟夫还在加班。他新收了一袋铜丝，成色还不错，卖给加工厂前，他必须把裹在铜丝外面的塑料涂层烧掉。这种 PVC 材质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烧的时候最好离远点。拉各斯禁止白天焚烧任何东西，所以约瑟夫只能晚上来加班。火苗十分旺盛，灼得人脸生疼。黑夜中烟雾缭绕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。
但约瑟夫需要观察，他最远也只能保持一根长棍的距离。还有3周就是小女儿的生日，他工作到深夜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这样他就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女儿举办最好的派对。这是一个父亲的全力以赴，但这其实也是约瑟夫对小时候的自己的一种弥补。每次想起童年，他都有点想哭，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家的温暖。约瑟夫出生在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里，父亲娶了4个老婆，而他和母亲不是吵架就是打架。母亲在他2、3个月的时候就跑了，往后的时间里，他没有回来看过约瑟夫一次。他在几个小妈的轮番照顾下长大，但约瑟夫感觉自己更像一个免费的黑奴，他感受不到爱，每天只有干不完的活。每次回想起，他都痛苦无比。但约瑟夫并没有对爱丧失信心，也没有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幸而养成畸形的性格。相反，他把小时候缺失的所有爱都反哺到了妻子和女儿身上。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，所以他要加倍努力赚钱。周末的休息来之不易，但有人却趁这个时候偷鸡。新来的小伙偷了别人辛辛苦苦收集的铁，这在垃圾场引起了公愤。显然他不懂这里的规矩，虽然他们穷，但绝不穷智。为了维护每个拾荒者的权益，他们自发组建了一个监督小队，专门对付那些喜欢偷鸡摸狗的小人。而这个滔滔不绝、愤慨万千的人，就是监督小队的队长。他从小就在这片垃圾场拾荒。在拉克斯，小偷要被判死刑。面对众人的讨伐，小伙的脸上满是无助和恐慌，身上是不同程度的淤青，耳后也被打出了血。众人对小偷深恶痛绝，小伙发出无力的辩解，他只是路过，并没有想偷，但没人会信。考虑到他还是个小孩，众人没有报警，队长把他赶出了垃圾场，并禁止他以后进入这里。闹剧到此结束。虽然身处这个城市最肮脏阴暗的地方，但相互信任和尊重永远是他们与别人相处的前提。埃里克录完专辑后，便马不停蹄赶回垃圾场打工，但意外发生了。垃圾场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，紧接着半空中升起漫天烟雾，垃圾场着火了。政府发出通知，所有拾荒者必须立即离开这里，直到他们把火扑灭。但这场火并不简单，垃圾场里分解的垃圾下面有气体团，一旦着火，火势会迅速蔓延，而燃烧起来的垃圾会散发出一种有毒气体，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极其刺鼻的恶臭。而消防车运来的2吨水根本不够用，刚灭掉一处，就有另一处燃起。接下来的2天内，垃圾场各处不断发生火灾，拾荒者们被迫停工。他们挤在逼仄的安置棚，只能靠玩游戏打发时间。在火势被控制之前，谁都赚不了钱。加上现在是旱季，天干物燥，更容易起火。总之，这场大火让他们的假期被迫延长。另一边，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动。乍得时不时发生内战，切断了市场的主要供应链之一。最近牛源严重短缺，价格飙升，卖牛难，买牛更难。穆罕默德不得不用一些肮脏的手段促成交易，但这也间接导致了牧民和顾客之间经常因为价格的事发生冲突。在他们纠缠的过程中，加布已经加工好了1周的饲料，只等他的老顾客上门取货。加工好的牛血已经变成了固体形态，一共180公斤，最后卖了5040乃拉，折合人民币21块钱。1周的辛劳有了实打实的回报，加布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。1星期后，雨季到来，而垃圾场的火也得到了解救，但这座城市又要面临新的难题。街道垃圾过多，导致下水道发生堵塞，到处都是内涝。即使洪水已经淹过大腿，但拉各斯1600万人依旧需要上班。不过最难的依旧是垃圾场的生活，雨季让垃圾场的气味变得更加难闻，但拾荒者们却仍然要冒着雨捡垃圾。每个人的身上都脏得要命，但他们必须比平时更加卖力。埃里克从垃圾车里翻出一袋衣服，结果被另一个人抢先，2人争执不休，对方试图用大喊大叫的方式据为己有。周围的人纷纷投来目光，无奈埃里克只能拱手相让。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。在如此卷的大环境下，垃圾场也出现了躺平一族。他们反其道而行之，避开捡垃圾早高峰，选择傍晚出没。这个时候人更少，也更安静，
大家只顾埋头工作，效率更高。而垃圾车每天24小时不断，所以不管几点开工，总能分到一杯羹。但晚上工作也有危险，垃圾场没有夜灯，他们必须自备手电筒，但光源微弱，无论如何都比不过白天。一个不注意，脚下很容易踩到尖锐的物体。埃里克今晚不在垃圾场，他正在 AJ 城大显身手。AJ 城的夜晚热闹非凡，街上人来人往，这里每天晚上都有演出，白天只是生存，只有夜晚才叫生活。埃里克今天终于在最大的舞台抢到了一席之地，他要唱自己新出的歌。虽然说是最大的舞台，其实只是一栋荒废的烂尾楼前的一块空地，外加一盏曝光过度的射灯。但就是这么一小块空地，已经孕育出很多个歌星。埃里克十分珍惜这次机会，只要他的歌在 AJ 城越火，来找他的经纪人就会越多，离他的梦想也就更进一步。这里的消息传得很快，第二天早上，垃圾场所有人都在谈论埃里克，但并不是他登上舞台的事情。昨晚对埃里克来说是漫长的一夜，演出结束后，他回垃圾场准备睡觉，但一个叫卡奇姆的工友突然给他打了电话，两人爆发争吵，最后大打出手，双方都找了一群人。埃里克的后脑勺被酒瓶砸破，而他的朋友把卡奇姆打进了医院。很快，警察赶到，他被逮捕了。埃里克不想坐牢，他主动找到监督队队长承认错误，队长正被这件事折磨得头疼。埃里克和卡奇姆对他来说都是兄弟，现在闹成这样的局面，他觉得很可悲。埃里克从来都不是这么冲动的人，现在不光可能要面临10年牢狱之灾，警察还打算关掉这个垃圾场，到时候这里所有人都无处可去。埃里克十分自责，他小心翼翼地询问队长自己还能不能回垃圾场打工，但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，除非这件事能和平解决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埃里克心情十分低落，他垂下头，脑子里乱得像浆糊。约瑟夫为埃里克感到惋惜，但他不能帮忙出头，因为他有妻子女儿要养活，他不能弄丢现在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十分理解埃里克。埃里克没有妻子，也没有孩子，无爱一身轻，所以他做事不计后果。而约瑟夫的事业正如日中天，这段时间熬夜加班，加工厂给他介绍了一个大客户。这个买家专门收橡胶鞋底，这一袋一共117公斤。虽然赚的没有卖铜和铝的钱多，但至少直接帮他清场了。拿到钱后的约瑟夫开心的手舞足蹈，他终于有钱给女儿办生日派对了。生日当天，约瑟夫一家早早开始忙碌，伊丽莎白忙着给2个女儿打扮，约瑟夫则出门买了生日蛋糕，还搞了一个收音机。他把村里所有小孩都叫了过来，这里的小孩很难吃上一次蛋糕，所以只要力所能及范围内，约瑟夫很乐意发散自己的爱心。他还找了个摄影师，专门记录女儿1周岁生日。派对结束之前，他让摄影师帮忙拍了一张全家福，这是他们第1张全家福。这边埃里克离开垃圾场后，为自己找了个律师，但拉各斯的司法体系比第3大陆桥的交通还堵。他失业整整1个月后，法官才通知他第1次开庭。走诉讼实在过于耗费时间，埃里克想跟卡奇姆的家人达成庭外和解，但显然对方没这个心情。卡奇姆的左眼已经瞎了，右眼也处在危险之中，这意味着卡奇姆后半生再也不能工作。埃里克对和解的想法愈加难以启齿。不过最后卡奇姆的哥哥主动提出了条件，他要求埃里克赔偿500万奈拉。不光对埃里克，这笔钱对垃圾场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。监督队队长听说这件事后决定介入，几天后他在垃圾场组织了一次募捐，最终埃里克只需赔偿30万奈拉。而被驱逐整整5个星期后，埃里克重新回到了垃圾场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埃里克很感恩，不过按照目前的利率，埃里克需要5年才能将那笔赔偿金还清。但好在他写的歌火了，埃里克的曲子正在市广播电台循环播放，也许下一个翻身的就是他。但放眼整个垃圾场，埃里克他们只是拉各斯1600万人中的极少数，而这里才是拉各斯最大的贫民窟。浑浊的污水河上砌着密密麻麻的高脚楼棚屋，破破烂烂，一座紧挨着一座。这里河岔纵横，河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，而河水更是浓稠的能拉丝，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。但拉各斯3分之3的平民都住在这里。马可可，拉各斯自己的威尼斯，
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贫民窟。200年前，这里原本是个僻静的渔村，从西非过来的移民们聚集在这里，他们在水面上建起一座座高脚楼，靠打鱼为生。但随着拉各斯经济的崛起，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座梦想之都，平民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窄，他们只能不断往城市边缘寻求生存的机会。但到最后，连生活在土地上的权利都被剥夺，只能苟活在这条污水河上。这里荒僻拥挤，暴露着一个城市最不堪的一面。马可可于拉各斯而言，就像一身华丽而昂贵的长袍上最丑陋的补丁，一旦显露出来，必定掉价。所以政府十分羞于承认这片区域，但这里却是这些平民最后的安身之所。丘比是第一批在这里讨生活的人，当时的他只有20岁。40多年过去，他目睹了这个小渔村的巨变，他也从孤身一人到现在儿孙满堂。虽然生活条件艰苦，但65岁的丘比已有18个孩子，而他的女儿今天又为他生了个孙子。丘比很开心，眼角的鱼尾纹炸开了花。但出生在马可可的孩子是不幸的，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差了，没有靠谱的饮用水，没有干净的卫生条件，甚至没有电，就连厕所都是公用的。几块破布围着，排泄物直通污水河，连同厨房残渣、各种生活垃圾一同汇集到各家棚屋下的水里。老鼠、蟑螂随处可见，各种疟疾、呼吸管疾病泛滥成灾。这些高脚楼由一块块破旧的木板连接在一起，污水长期的侵蚀让这些木板变得摇摇欲坠，人们走上去颤颤巍巍，看起来十分危险。孩子们每天在污水河里游来游去，因为营养不良，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，但肚子却诡异地胀大着。和大多数最初定居马可可的人一样，丘比是一名渔民，但现在住在马可可的人比河里的鱼还多，他捕鱼的难度越来越高。家里3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，还有10个孩子在不同的学校上学，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，他被迫干回老本行。丘比花10万奈拉在这条污水河围了一个鱼塘。家里人多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劳动力也多。丘比每天带着孩子下河清扫，直到鱼塘里所有垃圾都被清完。他又从市场买来一把鱼苗，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就能捞鱼了。一个鱼塘1年的收益是20万奈拉，除去成本，他每年能在这条河里赚10万。住在马可可的人出行都得靠船，漂浮在这条河上的，除了棚屋和垃圾，剩下最多的就是独木舟。居民的一切都在水上进行，如果没有船，他们寸步难行。不管是出去打工还是上学，船是他们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。而棚屋下堆积如山的垃圾，其实是这里的居民有意为之。他们用这些垃圾铺路，这样既能省去造桥的钱，又能解决垃圾堆积的问题。为了掩盖臭味，他们专门去木材厂收了很多木屑回来。只要把这些木屑铺在上面，谁都看不出底下是垃圾。马可可还是个小渔村时，生活在这里的人只能找木头搭桥，但时间一久，木头很容易腐蚀，所以他们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。前有精卫填海，现在他们用垃圾填河，打算花几年时间把马可可从威尼斯变成马尔代夫。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在拉各斯，转移一车垃圾要30便士，但马可可的垃圾无穷无尽，所以他们选择内部消化。离马可可下游半公里的沿岸是西非最大的木材厂，也是他们木屑的来源地。这里聚集着100多家锯木厂，锯木的轰鸣声24小时不断。随着拉各斯贫民窟不断扩大，他们建房子用的所有木材都是由这里供应。5年前，保罗只身一人来木材厂闯荡，白天埋头苦干，夜里睡在木材堆，就这样风雨无阻干了5年。现在他在木材厂担任锯木头工，不管多粗的树，他只要量一下就能想出最完美的切割方案。锯木工一般有8人一组，平均每天切割200多块木板。保罗现在的收入是厂里最高的一批，他攒了1年的钱，准备在马可可买一个单间，现在只差几千奈拉。他做梦都想有个只属于自己的家，可以挡风遮雨，可以容纳他一天的疲惫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住在工厂角落的办公室，这张破席子已经跟了他5年。每天夜里，他就这样打地铺入睡，但木材厂招蚊子，他很难睡个好觉。几天前，他招收了2个童工，一个叫周日，一个叫阿菲兹。
他们都是从村里跑出来的，家里实在太穷了，他们想来大城市寻找机会。虽然他们对外声称自己15和17岁，但没一个人相信，因为他们实在太瘦弱了。不过保罗还是雇下了2人。木材厂常年缺人，因为这里的工作强度不是一星半点，但也不是什么人他们都要。力气大是基本要求，木材厂所有工作都是体力活。周日和阿菲兹还处于长身体的阶段，体力的大量消耗让他们时不时就感到饥饿。保罗对2个小孩很包容，但工厂老板并不会，他只看收益。这个木材厂分密已经经营了20年，任何事物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只要是他建工，绝不允许木工闲聊。这里的木材厂都是家族企业，并且由妻子经营。他们每年都会收购一家木材供应商。在拉各斯，只要有一把电锯，就能成为伐木工。茂密的丛林中，阳光倾泻而下，随着锯子的轰鸣声响起，一棵棵茁壮的大树轰然倒下。摩西是一名大学生，在奥贡州立大学读书，离这里100公里。很多本科生在校期间都会找一份兼职。摩西选择了最赚钱也最冒险的。他每年来这里2次，扛着锯子，背着斧子。他只砍阿文树，因为市场需求最大，回收的价格也最可观。摩西把赚到的钱全部用来交学费。而这边，丘比找到一个赚外快的新法子。他发现一个欧洲进口鱼的低价货源，他打算把自己家变成熏鱼厂，再把加工好的鱼拿到市场上去卖。作为一个合格的渔夫，他十分清楚怎么卖鱼最赚钱。丘比粗略算了一下，这样卖熏鱼一袋他们能净赚500到1000奈拉。丘比希望自己的儿子帕约能跟他一起干。儿子正值叛逆期，最近和当地一群臭名昭著的混混走得很近。丘比很担心帕约会学坏。除了做熏鱼，丘比还迷上了彩票。他研究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式，并坚信自己能中大奖。晚上，一家23口人挤在棚屋里吃晚饭，没有大鱼大肉，连蔬菜都没有，只有一盘毫无食欲的酱油拌饭，但他们吃得很香。丘比很久之前就定了一条家规，只要是饭点，必须等一家人齐了才能开饭。他觉得只有当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才能让家庭变得和谐。黎明破晓之时，河面上会涌出很多船只，每条船上竖着各种粗细不一的竹子。这群人被称为沙仔，他们靠打捞河沙为生。这些竹子就是他们探沙的工具。一旦发现沙子，他们便带着桶潜进河底。这些沙子他们一般卖给建筑公司，用来建造贫民窟和塔楼。装一桶沙子通常只需几十秒。在太阳升到最高处前，丹尼尔就能装满整艘船。他很喜欢这份工作，在水里浮潜让他觉得无比自由，但这也是一项体力活。他必须不断重复潜水、装沙、上浮、倒沙的流程。这些沙桶都是铁做的，提手是一根细铁环，摩擦久了很伤手。丹尼尔的手上都是斑驳的茧，常年泡在水中，他的手心触目惊心，但他无比自豪。他觉得这些伤疤更像自己的勋章，是他辛勤劳作的象征。拉各斯人就是如此，越是在绝境中，越能与苦难和解。他们知足常乐，即使生活艰难，他们依旧保持着乐观和坚韧的精神。即使身处城市最阴暗的角落，他们却深知互相帮助、团结一心的道理。拉各斯本是尼日利亚领土最广、贸易最繁华之地，但因为人口的激增，导致众多手无寸铁的流民只能在这座城市最灰暗的地方苟延残喘。他们没有体面和尊严可言，为了生存，只能在极端的环境下挑战极限。但尽管这里的环境恶劣无比，也没有人愿意离开，因为一旦离开，他们将无处可去。不管是垃圾场，还是 AJ 城，又或者是马可可，这些平民们的生活只是城市背面的缩影。他们就像拉各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，有人想方设法想抹去它的存在，但它永远在不为人知的地方隐隐作痛。贫民窟之伤不光是一座城市的哀戚，更是这个时代的阵痛。